日本 US-2 世界最先进的水上飞机，全球唯一一款可以在浪高3米的条件下起降的水上飞机，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把主动负面层控制增生装置实用化的飞机。US-2 能以每小时90公里的极低速飞行，水面起降距离极短。同时 US-2 也是世界上第一架装备增压舱的水上飞机，可以飞上9000米的高空，不仅可以用于救援，也可以执行巡逻、反潜等任务。最先进水上飞机的称号当之无愧。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US-2 是如何夺取水上飞机桂冠的。水上飞机也就是在海洋、湖泊等水面上滑行、起飞、降落和停泊的飞机。从广义上来讲，美军之前研究的地效飞行器也是水上飞机的一种。从诞生的时间来看，水上飞机的历史几乎和飞机一样长。不过与研发飞机不同的是，研制水上飞机的难度主要是如何在海面起降和滑行，以及水面拉升装置。水上飞机在水面滑行时会溅起水花，也就是喷溅。喷溅会沿飞机两侧和后方运动，如果冲击到高速旋转的螺旋桨或者是襟翼等部件，很可能会损坏飞机结构。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喷溅的方向。US-2 在机头下设计了翼波槽和挡水板，用来消耗喷溅的能量，改变喷溅的方向。被抑制后的喷溅几乎不会影响飞机结构，实现了高耐波性。喷溅的问题解决之后，水上飞机的另一个难题就是水面拉升装置。为了确保可以在水面上安全起降，水上飞机必须降低起降时的速度，毕竟速度即力量，降落速度太快的话，水上飞机很可能变成潜水机。为此，日本不惜花费大价钱为 US-2 安装一台 Letic T800 负面层控制发动机。US-2 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把主动负面层控制增生装置实用化的飞机。通过把压缩空气从襟翼上表面高速排出，襟翼下偏时能在螺旋桨滑流中获得高升力，也就是人为改变机翼上下方的气体流动速度，从而获得更好的起降性能。在 US-2 的方向舵和升降舵上也有相同的负面层控制技术，这也是为什么 US-2 被称为5发飞机的原因。得益于主动负面层控制增生装置， US-2 能以90公里每小时的极低速飞行，并且起降距离极短。US-2 水上滑跑起飞距离为460米，水上降落最短距离仅为220米。与其他国家的水上飞机相比， US-2 有着绝对的优势。比如加拿大的投弹手 CL-415 起飞距离为814米，水上降落距离为665米；俄罗斯的别200起飞距离为1400米，水上降落距离为800米。此外 US-2 极低的飞行速度也保证了该机可以在浪高3米的海域成功起降。那么对于日本而言，这样一款性能超标的水上飞机能有什么用处？日本是个群岛国家，有近3万公里的海岸线，因此独特的水上飞机深受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青睐。早在1967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就自行研制了 PS-1 水上飞机，一共造了23架，只是性能无法满足日本海自的需求，飞行高度太低，最大航程过短，飞行速度有限。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海自就将 PS-1 全部淘汰，并换装 US-1A 水上飞机。US-1A 由日本新明和工业株式会社研制，共向日本海自交付了20架，能在浪高3米、风速25米每秒的情况下顺利下水，最大航程超过3000公里。只是很可惜，依旧不能适应日本海自新的任务需求。于是新民和便按照海自的要求，对 US-1A 进行全面升级，最终成果就是 US-2。与 US-1A 相比， US-2 的性能大幅度提升，飞行速度由原来的490公里每小时提高到555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由原来的3800公里增加到4600公里，水上滑跑起飞距离整整缩短了 38%， 由735米减少到460米，而水上降落最短距离减至220米。自2007年起， US-2 水上飞机进入日本海自服役。日本 US-2 水上飞机编队目前驻扎在神奈川县的后木海军基地和山口县的岩国基地。就性能来说，水上飞机最大的用处就是搜索救援。US-2 使用玻璃驾驶舱，增加了海上搜救营救的可靠性。日本是森林火灾多发的国家，当面对大规模的灾难时， US-2 可以迅速抵达消防车、救援车无法到达的区域，实施灭火和搜救。
此外，日本岛屿众多，人口分散 ，US-2 水上飞机的使用将使得偏离岛屿的居民获得更及时的援助。2010年的时候，新民河还推出了 US-2 的民用消防变体的规格，用一个15吨的水箱代替了一个油箱，将其最大航程减少到2300公里，但可以更好地用于灭火。当然，如果只是单纯的用于救援，那 US-2 也不会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水上飞机了。其之所以采用笨重复杂的负面层控制装置，其主要目的就是满足日本海自的战术要求。除了救援之外， US-2 还是日本海自海上航空反潜搜索的重要平台，可以与 P-3C 反潜巡逻机、MCH-101 直升机及直升机驱逐舰形成四位一体的机动监视与反潜网。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US-2 装载了增压舱，它是世界上第一种装有增压舱的大型水上飞机。增压舱可以让 US-2 飞上9000米的高空。当然，想要执行反潜任务，除了飞行高度，机载设备也不能忽略。US-2 装载了由汤姆逊公司生产的海上霸王雷达，还有 GPS 与 INS 复合导航系统、仪表着陆系统、光电吊舱、前视红外夜视装置、战术空中导航系统等先进设备，能在各种恶劣天气条件下执行海上巡逻、侦察、救援、反潜等多种任务。目前，日本还计划将飞上飞机的基地从2个扩编为3个。新 US-2 基地计划设在冲绳或八户，以加快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应时间。相比之下，俄罗斯或者加拿大的水上飞机并不能用于军事，比如俄罗斯的 B-200注重速度，其最大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700公里，从而增加灭火作业的反应速度。但由于 B-200的尺寸限制以及耗油的涡扇发动机，该机的航程较短。此外， B-200在起降时只能抵抗1.2米的浪高，这一点也大大限制了它的军事潜力。得益于出色的性能， US-2 的外销潜力极大，印度、印度尼西亚、希腊等国都有购买 US-2 的想法。2010年代初，印度海军就已经明确表示需要12到18架 US-2 作为搜救飞机。印度海岸警卫队也表示有兴趣采购3架 US-2， 只是由于 US-2 的研发和制造成本太高，售价也相当高。出口印度的 US-2 每架售价接近 1.4亿美元，所以印度一直希望通过许可在本土组装 US-2， 在当地进行最终组装的成本比在日本低 25%。这次的采购方案将是日本自2战以来首次向印度出售军事装备，只可惜因为价格的原因， US-2 出口印度的过程一直被卡。2016年10月，新民河宣布将 US-2 的价格降至每架飞机约 1.13亿美元，但依旧无济于事。2021年，由于定价上的分歧，出口 US-2 的谈判停止。另一个潜在客户则是印度尼西亚，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印度尼西亚可能是生产 US-2 的合作伙伴。由于生产能力有限，如果不实施外包生产，新民河不太能满足第三方客户的需求，每年生产2到3架，着实有点少。2018年7月，希腊阿提卡地区发生一系列致命火灾后，希腊政府试图订购几架 US-2 来更换其老化的消防机队。如果出售完成，这将是希腊与日本进行的首次重大国防采购。此外，泰国也有兴趣购买 US-2 作为巡逻飞机。只是很可惜，或许是由于价格和产量的限制，至今为止 US-2 还没有出口记录。以上这几个国家也只是有购买意向而已。最早的外国客户印度也没有敲定购买 US-2 的方案。不过就水上飞机的发展来看， US-2 的出口并没有什么难度。水上飞机这种在2战期间大规模流行的装备已经逐渐复苏，这点在美国最近的动作上也能看出来。火力军上面也说了，水上飞机的历史几乎和飞机一样长。在2战期间，基于运输量大、飞行安全、不需要建设大型机场等优点，跨洋飞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水上飞机。加上可以执行侦察、反潜、救援等任务，水上飞机就是各国的标配。比如英国的肖特桑德兰号、日本的97式晴空、美国的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等等。只是在2战之后，随着固定翼飞机技术的提升以及大型船舶的发展，水上飞机的优势逐渐缩减，其笨重、飞行速度低、抗海水腐蚀性弱等缺点反而被逐渐放大。同时，随着飞机吨位尺寸的增大，浮筒或者机身与水面的接触面积以及吃水深度也越来越大，这就导致水上飞机在起降时的滑行阻力变大，实际性能与吨位严重不相符，效费比太低。
于是水上飞机慢慢走向衰落，除了在特定领域内，军用水上飞机遭到了大范围的淘汰。不过就美军目前的举动来看，水上飞机或许会焕发新生。2024年5月，美国军方采纳了波音子公司极光飞行科学公司关于自由升降机水上飞机项目的原型机设计。之后，美国国防部与该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830万美元的研发合同，用于推进水上飞机项目研发。自由升降机项目由美国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主导，项目最初的目标就是研发一款与 C-17 体型大小相当的水上飞机。不过后来经过研究发现实现难度太高，于是把技术指标下降至与 C-130H 大小相当。按照美国2025财年预算文件中的估算，如果自由升降机项目可以顺利实施，其未来的服役规模或许可以达到与当前的 C-17 运输机机队相同的级别，也就是200架以上。其实，在启动自由升降机项目之前，美军也进行过其他水上飞机项目，比如我们常说的地效飞行器。2021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宣称，正在研制运载能力超过100吨的地效飞行器。不过，最终结果各位也都知道，由于跃升、转向等关键技术难题，无法在短时间内突破，地效飞行器被砍，美军不得不重启运载能力稍弱、研发难度更低的水上飞行项目。在此期间，美军还计划将 C-130改装为水上飞机，目的就是令特种作战的部署与作战计划制定更为灵活。只是改进方式太过仓促，两栖版的 C-130大概是承担支援特种部队作战与空中加油的任务，这也就意味着 C-130需要携带大量的装备，空中加油能力对起飞重量的依赖无需多言，特种部队作战也对重装备有着极高的依赖。只是随着浮筒和船身吃水深度加大，水上飞机起飞阻力急剧增加，很难实现安全起降，更别说应对突发海况了。如果两栖版的 C-130无法在货舱内携带大量的作战装备以及后勤物资突击载具，那研究两栖版 C-130就是浪费钱。最终在5月7日，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宣布，由于预算限制， C-130的两栖版项目已暂停。火力军估计，这是因为两栖版 C-130在各类测试中始终没有达到美军高层的预期水平，最终导致预算申请被驳回，整个项目暂停。目前美军唯一的水上飞机项目就是自由升降机，就原型机的选择来看，美军对此寄予厚望，毕竟其用途极为广泛。2023年2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表示，通用原子公司与极光飞行科学公司竞标自由升降机项目，两家公司的设计方案截然不同。通用原子属于激进派，什么先进用什么，而极光飞行科学公司属于保守派，性价比优先。美军希望自由升降机尽快量产，并具备作战能力，最终选择了极光飞行科学公司。在现有水上飞机的基础上，融合地效飞行器的特点进行研发。根据 DARPA 提出的设计要求，自由升降机需要兼具两栖登陆船、水上飞机以及地效飞行器。这3种载具的能力能够执行运输人员和装备的任务，并且还要在4级海况下完成起降作业，并在5级海况下正常运营。就性能来看，自由升降机其最大的用途就是运输物资。随着远程导弹、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美军在太平洋和印度地区的大型军事基地出现了防御能力不足的问题。为此，美国海军与空军推出了分布式杀伤、敏捷部署的作战概念，也就是增加分散简易的前沿阵地。同时，为了避免后勤物资遭到毁灭性打击，美国海军认为需要提升快速救援能力以及后勤物资的精准保障。自由升降机项目就是为了配合这些新战略而研发的。当美军的军事基地遭受打击的时候，水上飞机可以快速运送物资，并开展远海搜救等任务。美国的自由升降机研制成功之后，军事应用前景比 USR 更好。从远距离兵力投送到海上发生事故时的救援或投送物资，再到战场上支援特种部队的渗透、撤离和补给，自由升降机都可以完成。该机甚至可以携带精确制导弹药或者小型无人机，对敌方进行隐蔽式打击。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自由升降机做不到。只是就现阶段的研究来看，水面高速滑行、起降阻力、抗击风浪等问题依旧需要解决。
中大型的水上飞机能否达到 C-17运输机的服役规模也是一个问题。总的来说，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二战后逐渐落幕的水上飞机开始逐渐兴起。无论是日本的 US-2 还是美军的自由升降机，在军事应用上都有极大的潜力。作战任务也可以参考二战时期，也就是跨洋运送、隐蔽打击、海上巡逻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 US-2 的出口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毕竟有那么多的意向客户，就看新明河如何推销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US-2 会最先出口哪个国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